好，继续关注美国大选。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17号在密西根州出席造势活动。那么这也是他日前再度遭遇暗杀未遂后的首次公开露面。特朗普在活动上吹嘘，只有有影响力的总统才会遭遇枪击。You know, only consequential presidents get shot at. It's a dangerous business, however, being president. It's a little bit dangerous. It's, they think race car driving is dangerous. No. They think bull riding, that's pretty scary, right? No. This is a dangerous business, so we have to keep it safe. 特朗普还称，总统拜登和副总统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也分别向他致电问候，他对此表示感谢。President Biden called me yesterday. It was very nice. We had a very nice conversation. And today, a little while ago, I got a very nice call from Kamala. No, it was very nice. It was very nice. It was very, very nice, and we appreciate that. But we have to take back our country. We have to win. We're going to win. 哈里斯同日在费城接受全美黑人记者协会采访时也证实，他已致电特朗普表达问候。I checked on him to see if he was okay. Yeah. And I told him what I have said publicly. There's no place for political violence in our country. 哈里斯还表示，他对美国特勤局有充分的信心，并不担心自己及家人的安全。而特朗普的竞选搭档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同一天则批评拜登政府对特朗普的保护力度不够。That is a policy choice that our federal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hat Donald Trump deserves a lesser level of protection. Maybe with any normal formal president that makes sense. It clearly doesn't meet the challenge of what Donald J. Trump is dealing with. So we ought to bump up his security. 此外，特朗普团队指责民主党重复用对我们民主的威胁、对这个国家的威胁等形容特朗普，也是导致其遭遇政治暴力的原因。对此，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在记者会上进行了反驳。You added without evidence, because I want to be very clear here. The president and the vice president have always forcefully condemned violence in all forms, including political violence, and we certainly have never encouraged any violence in any way. 在密歇根州出席造势活动时，特朗普还透露，他将在下周与到访美国的印度总理莫迪会面。He happens to be coming to meet me next week, and Modi, he's fantastic. I mean, fantastic man. 印度外交部日前公布了莫迪在美国的行程。9月21号，他将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出席拜登主持的在特拉华州举行的4边机制领导人峰会，随后将前往纽约参加一些官方活动。但关于莫迪是否会与特朗普会面，印度外交部并没有予以确认。分析指，各国都在努力应对11月大选后共和党重新掌权的可能性，同时也试图与民主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此外，特朗普还不忘在造势活动上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特朗普放话称，哈里斯在11月当选的后果将是灾难性悲剧，美国的汽车工业将在2-3年内不复存在。If I don't win, you will have no auto industry within 2 to 3 years. It'll all be gone. 在争取密歇根州这一关键战场州时，哈里斯竞选团队同一天发布的回应声明也打起了中国牌，声称特朗普若重回白宫，将摧毁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并将密歇根州全球汽车制造业的领导地位拱手让给中国。距离美国总统选举还有不到2个月时间，美国部分州已经展开选举的提前投票，但纽约州、佐治亚州、密苏里等10多个州的选举官员却纷纷收到了可疑包裹。据称，部分包裹含有不明白色粉末，导致2个州的办公室一度疏散职员。美国联邦调查局17号表示，已经就事件展开调查，目前暂未发现包裹含有有毒物质或者爆炸物，事件也无人员受伤。有媒体称，发送包裹的人自称是美国叛徒歼灭军，目前情况仍在调查中。另一方面，最新民调显示，哈里斯以50%对48%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前不久，美国知名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公开表示支持哈里斯，引起了不小的影响。据美国广告公司数据，斯威夫特的背书似乎使哈里斯的网络参与度增加了250%。此外，在围绕妇女权利的讨论增加了100%。
与民主有关的话题增加了150%。有评论称，在特朗普发帖说他讨厌斯威夫特之后，哈里斯的竞选团队也抓住了这一点，把特朗普和斯威夫特之间的不和转化为对他们有利的拉票行为。近日，昵称毕黎的美国创作歌手比利·爱丽什也正式表态支持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毕黎和他的哥哥菲尼亚斯共同发布视频，呼吁粉丝为哈里斯投票。We are voting for Kamala Harris. We can't let extremists control our lives, our freedoms, and our future. 而公开表示支持特朗普的企业家马斯克近日持续为特朗普发声。他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一则讽刺美国独裁之路的推文。马斯克称，除非特朗普当选，否则美国将陷入暴政，特朗普必须获胜。好，再来关注即将在下周举行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日本多个民调显示，石破茂、小泉进次郎与高市早苗3人暂时领先。外界注意到，为赢得此次选举，9位候选人不把日本国内的经济民生等一系列问题放在首位，反而将焦点集中在对华战略，甚至台海议题上，这也让不少日本民众大感失望。9月12号，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选举及党首选举正式开跑，共有9名候选人参加，人数之多创历史之最。选举投票和计票将于27号进行，最终胜出者将接替岸田文雄，成为日本新一任首相。最新民调显示，前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以26%的支持率位居第一，排名第2的是前环境相小泉进次郎，支持率为20%，与8月的调查相比，两人的位次发生互换。排名第3的则是经济安全保障相高市早苗，支持率为16%。从支持者年龄层来看，小泉在39岁以下的年轻人中获得最多支持，而石破茂在40岁以上人群中的支持率最高。此外，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支持石破茂的人所占比例都是最高的。不过，也有分析指出，距离选举还剩9天时间，加上约20%议员尚未决定把票投给谁，因此形势依然存在变数。根据日本的选举规则，9名候选人将争夺自民党国会议员每人1票的国会议员票，以及全国党员和党派盟友投票折合的地方票。这2种票各367张，合计734张。得票超过半数者胜出，否则将进行第2轮决选。由于当前各候选人的得票较为分散，外界普遍预计本次选举上演第2轮对决的可能性很大。那么这次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竞争空前激烈，是受到黑金丑闻的影响。那么自民党内现在它的派阀相继宣布解散之后，自民党内传统的权力的格局和它的运行逻辑就发生了变化。那么一些有知名度和实力的议员不再受到派阀的约束之后他的行动自由度大大的提升，都想要把握这次难得的机会来挑战一把首相的宝座。但这也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自民党过去以派阀主导的格局被打破之后不同派系之间良性的政策竞争现在也趋于消失。那么原来大家还可以比拼政策，那么现在主要比拼的是知名度和人气，因为自民党内议员实际上着眼的是下一步的众议院的大选。外界注意到，为了能在激烈竞争中杀出重围，相关候选人纷纷選擇在極右道路上鬥狠，也讓這次選舉成為日本政治與社會長期右傾化的一次集中大爆發。私は国の究極の使命は国民の皆様の生命と財産を守り抜くこと、領土、領海、領空、資源を守り抜くこと、そして国家の主権と名誉を守り抜くことだと考えております。1961年出生的高市早苗与前首相安倍晋三关系密切，自称是安倍路线的继承者。尤其在外交和国防领域，他极力主张日本增加防卫预算和提升自卫队的作战能力。相较之下，小泉进次郎的政治立场倾向自由派，但为了迎合强大的右翼势力，时常将修宪挂在嘴边。そして憲法改正について、私は戦後初めての国民投票を実施したい。支持率暂居首位的石破茂同样提出修改日本宪法第9条，允许日本拥有正式军队。这位67岁的政坛老将曾4次竞选自民党总裁落败，这是他第5次发起挑战。私は今度の総裁選挙を自分にとっての最後の戦い、このように位置づけ、全身全霊で戦ってまいります。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向深圳卫视记者分析，日本面临的最大危机其实在国内而非外部。但对于少子老龄化危机、经济民生等问题，这些日本政客并没有提出务实可行的政策主张，反而在安全问题上表现强硬。这事实上是一种转移民众视线的政治手法。